谁在那儿躲躲藏藏？小的是桃花关给太后娘娘送丹药的。这是什么？回陛下的话，这是补血养颜、延年益寿的丹药，是我们关主专门寻天材地宝为太后娘娘炼制的。既是太后用的药，那必须得谨慎对待。这丹药需拿去给太医好好看看，朕也要亲自为母后试药。气死我了！这丹药那么难得，替我试药就试到了别的女人身上，男人果然都不可靠，都是自私鬼。他必须加快速度，不然皇帝就会让后宫的那些小妖精给迷昏了头。天开始亮了，有人钻被窝，柳杏儿就醒了。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大手，她还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小手不老实的摸下去，哟呵，这梦这么真实的吗？陈虎哪受得了，翻身掌握主动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这次去的时间长吗？这才去几天啊？你刚才迷糊了。迷糊。所以你迷糊了，以为我是奸夫。是啊，我男人快回来了，你怕是不怕？他可是远近闻名的煞神，能治小儿液体。老子怕他？今儿得让你这个妖精尝尝老子的厉害。你最好乖一点，我好快些，莫被回家的男人给抓了个正着。拔步床再结实，也架不住男人力气大，叽叽嘎嘎的。风停云散之后，柳杏儿趴在男人心口喘息。你怎么就知道我在乡下？半夜县城城门关了，不若先回村看看。你若是在村里更好，若是没在村里，我再赶去县城，城门正好就开了。乖，在睡觉，一路狂奔回来，又紧赶着喂你，着实累了些。又不是我喊你这么干的。我本来想睡觉的，可你上来又亲又摸，没法子，你这么想我，我就是再累也得伺候。柳杏儿顿时小脸通红，陈虎嗤笑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柳杏儿打了个哈欠，安心地睡了过去。陈虎是被饿醒的，我去让人把饭送到屋里来，再帮你对水洗漱。柳杏儿窝在被窝里，软乎乎地应了一声。饭吃完了，陈虎拍了一大卷银票给柳杏儿。从天道门弄的，回头镇远侯把金银珠宝都弄回来了，还得分我一半。我数了4万两银票出来，这回去一趟天道门，把2个老头弄出来的那些迷药都用光了，这些钱得给他们，好叫他们买药材再弄一批。柳杏儿一数剩下的，竟然还有20多万两。他们这个杀人放火的生意，竟比厉害的山匪还挣得多啊！天刀门得来的钱，我拿出一半去做善事吧。钱都给你，想怎么花都随你。以后这种钱咱们留出做善事的，剩下的就一人一半吧。你在外头干啥也都需要钱，你那些跟着你的兄弟，你也给人把月钱多发一点。陈虎开心地把银票收下，他就喜欢这种媳妇给他砸钱的感觉。祖父这次回京啊，就去宫里请旨，请封你为世孙。在祖父把府里的事情处理好之前，你就安安稳稳地待在这里。你娘永远都是你娘，祖父不会不让你认的。圣旨？那我岂不是就只有认命？多谢祖父。一会儿我要去村里看看你姐姐，你去不去啊？福川当然要去，圣旨这个事儿，他得听听姐姐怎么说呀。陈虎这个人的能力是有的，就是脾气不太好。先前老夫还说给他谋一个从6品的镇尉校尉，不过他这次他的功劳很大，老夫努力一下，直接给他谋一个正6品的昭武校尉。只要他肯努力，肯收着点性子，老夫保证他能平步青云，你也能高米加身。多谢侯爷美意，只是虎哥的事情我一向是不参与的，这些都得看他自己个儿的意思。他人在团练营，不若侯爷明日派人去团练营问问他。你那个男人脑子一根筋，他不乐意呀，所以我才来找你给他吹吹枕头风啊。要说一开始镇远侯只是看在柳杏儿的面上想提拔陈虎，现在镇远侯就是看在陈虎的能力上想把他招揽到麾下。明日老夫会去亲自问他，不过在此之前呢，你可以先跟他说说，福川以后是要去京城的，陈虎跟着老夫也能看顾这些福川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侯爷即将回京，想来手头的事儿还挺多，我就不留侯爷了。镇远侯噎住，只能起身告辞。柳杏儿送镇远侯离开的时候，给了他一瓶药丸。
这是顾太医研制的强身健体的药丸，我知道您好东西多，并不稀奇这些，您随手赏人什么的都行。不想认爷爷，但是呢，给个甜枣也是应该的，不能树敌啊。嘿嘿，稀罕，老夫稀罕的。镇远侯此刻心情飞扬，一扫被端茶送客的幽怨。孙女儿能想着我了，不错不错。姐姐，镇远侯说他回京就去皇上册封我，让我认祖归宗。这老头不讲武德啊！你和孩子都在慢慢变好，这是好事儿。刘星儿正俯身逗弄着小家伙，小家伙抓着他的手指咿咿呀呀的，小手软得不像样。这么喜欢小孩子，你何不自己生一个？我还年轻，再等几年吧。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当母亲的准备，这么小的孩子，我怕带不好他。女子避子汤用多了，对身体不好。等将来你想生的时候，说不定就生不出来了。我不吃，虎哥在吃，是他拜托顾太医帮着配的，说对人没啥影响。你让他吃的，他没有生气。我说我不想生，他就去找顾太医帮忙配药去了。这一把狗粮成功把杜莹莹给噎着了，难怪柳杏儿对陈虎死心塌地呢。和柳娘子说了些啥呀？你这么开心？说陈虎呢，杏儿不想早生孩子，陈虎就去找顾太医做了他吃的避死丸。陈虎这个男人听说是个莽夫，不曾想虎嗅蔷薇，莽夫也有温柔的一面。觉得自己被比下去的剑南王在屋里陪了一会儿杜莹莹，就去找顾太医。顾太医被迫狠赚了一笔。府城来了一个叫楚天师的京城桃花观的观主，是带着太后遗旨来的，给孤儿院捐了100两银子，说是来给太后寻药的。此人身边的人多番打听了江家山的事儿，另外他给了知府几粒丹药，此丹药售卖价格为5000两银子一粒，据说人吃了能延年益寿，长期服用保准能让人年轻10岁。陈虎将丹药拿出来递给于半仙。铜血驻颜丹，没想到这等邪丹竟然流传了下来，如今更是有人在制作。好一个桃花观，好一个桃花庵观主！陈虎，你立刻派人去保护孤儿院，另外再查一下京城这个桃花观，以及京城这段时间可丢过大量孩童。铜血驻颜丹是什么东西啊？用童男童女的心头血为主材料，再配以其他的邪物和药材等炼制的丹药，服用之后有延年益寿、美容养颜的功效。此之外还十分滋补，让人龙精虎猛。还有太后那头也必须查。你担心我？桃花观的事儿你去查有难度吗？不要骗我，若是有难度，咱们就想法子先把水搅浑。我这就去庄子上，然后飞鸽传书去京城。飞鸽传书？庄上养鸽子啦？京城有你的人？有几个，只不过从不联系而已。现在这事儿实在是太大，他不得不动用这些人，这些他想同往事一同忘掉的人。一个知府要挑下辖任何地方的刺儿，可是太容易了。郭知府的人第2天就冲去了府城孤儿院，发现食物里有发霉的米面以及毒蘑菇，把造房的人给抓走，强势派人接手姜氏名下的各种善堂，姜氏还因此被传到府衙问罪。不巧，我娘进山采药去了，没在家。来抓人的捕快要进门去搜。不可，诸位，你们手里可没有缉捕文书啊，没有资格搜民宅的。诸位回去也好交差，就照实说，是我们大人不让你们去搜，我们大人也是受人之托。镇远侯啊，看上了我们陈都头，想收到麾下，故而请我们县令对陈家照顾一二。那可就没法子了，知府大人还想跟镇远侯攀亲呢。兄弟，我们大人也只是传姜氏去问话，并不会收监，还望你们见到姜氏的时候跟他说一声，这件事总要解决。造房的人换成了知府的人，因为还有个镇远侯，知府不敢做得太过，账房这些人就没有动。造房的人去支取银钱买菜，账房没法子，只能给支取。然而这些人拿了钱去买菜，是给他们这些管事的人吃的，给孩子们吃的是用烂菜叶子煮的黑漆漆的杂粮粥。太后这个时间挑得真好，花好月圆呐，应景。这幅场景一下子就把皇帝给扯进了回忆里。
这也是太后为何要选在15的晚上约皇帝出来共赴巫山。她的舞姿很美，皇帝在少年的时候就见识过，那会儿他还是一个备受欺凌的皇子，而当年的太后也因为被先帝宠幸，招了贵妃的眼，让她去当粗使宫女。当年的皇帝被几个兄弟的太监打得半死，还是躲在假山后的他喊了一句陛下，那些太监才做鸟兽散跑了的，要不然当时他的腿可能会断。有了那一次的相遇之后，两个备受欺负的人在宫里就开始抱团取暖。皇帝帮他重新走到先帝的面前，他帮皇帝在先帝面前打掩护，等他成了宠妃之后，又帮皇帝当先帝那边的眼线，吹枕头风陷害别的皇子。等他登基之后，就册封没当过皇后的她为太后，给了她这世间女子最尊贵的地位。甚至太后因为吃醋害死了她的皇后，他也帮太后遮掩善后。皇帝对太后的感情除了男女之情以外，还有这一层在，这也是为什么满后宫的女人都争不过一个太后的原因。母后多日不肯见朕，朕这心里啊实在是难受。母后的身体可好些了？其实尚未痊愈，只是担心陛下被后宫的小妖精们勾走了魂儿。说完，太后就嗲了皇帝一眼，这一眼功力不俗，皇帝当即酥了半边身子。母后还同数年前一样，如少女般，岁月就没在母后身上留下痕迹。儿臣倒是老了。哀家精心养护着这身皮肉，不然脸上爬满皱纹，陛下恐怕就会忘了咱们以前的情分，真当哀家是母后了。说起来，哀家的药丸，陛下往后切莫再吃了，那是女人吃的。陛下要是觉得好，就让桃花观的天师专门为陛下开炉炼丹。丹药朕也吃了不少了，清虚观的丹药还是太保守了些。朕就喜欢母后的，还请母后全了朕想为母后试药的小心呢。哀家的好儿子，快说说，最近让哪个狐狸精给勾了魂儿？什么时候把他叫出来，让哀家瞧瞧？行啊，回头母后大好了，朕就命他们去给母后请安。先糊弄着吧。太后满意了，皇帝挥退伺候的人，和太后在凉亭情难自禁起来。你们快看，是不是要下雨了？哟，快去准备雨伞蓑衣。凉亭中忽然而至的寒意让太后哆嗦了一下，一股恶臭的味道弥散开来。皇帝推开太后，被皇帝伺候的差点上云端的太后就从石桌上摔倒在地。打水来！你先睡，且不用等我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小心点啊！你想去看看吗？我可以吗？我带你。柳杏儿正要将手放到陈虎的掌心中，就被于半仙抢了先。你得带我去，那个妖道不废了他的道行，老夫不放心。陈虎没办法，夜色这么美，可现在他得背着老头子飞檐走壁。小子，红颜枯骨，你太执着于表象可不太好啊。别逼逼，不然给你扔了。做法的地方简直惨不忍睹。咋回事啊？一开始是一个道童被风刮来的灯笼砸到了脑袋，脑袋上的头发燃烧了起来。道童倒地的时候又扒拉倒了一个侍卫，侍卫一惊，手上的刀一挥就砍到了旁边的侍卫，然后又有什么盆啊瓢啊啥的被风卷进去，场面就更乱了。到最后他们你砍我，我砍你，就成了这副样子。都死了？没有，这个妖道还有气儿。你们把这些人堆在一起，加上柴火。于半仙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楚天师的情况，这人伤得还不轻。狗东西确实是个邪修，还是个不知道邪了多少年的邪修。于半仙打开自己的包袱，用朱砂和处理过的没有凝固的公鸡血和狗血调制好颜料，在他身上画符。当最后的几个符字画完，楚天师身上的黑气猛放了一阵，然后他就肉眼可见的衰老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清虚观运云阳是也。竟然是这个老不死的，他不是云游去了吗？怎么在这儿？你是哪儿冒出来的狗东西啊？不知道作孽多了，死后会魂飞魄散的呀。知道啊，不过只要办法得当，魂飞魄散的就会是别人。
本天师就是运气不好，遇到了你这么个老不死的怪物。你若是不想魂飞魄散，老道是有办法的。不过你得跟老道说，这邪法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这邪法？楚天师也知道自己没有别的法子了。当年我和师弟是清虚观外门不受待见的粗使弟子，有一次在后山发现了一个山洞，那本邪法秘籍就是在清虚观后山的山洞里藏着。秘籍在何处？在桃。楚天师忽然眼球暴突，死了。于半仙也吐了一口血，晕了过去。陈虎吓死了都，他连忙接住于半仙，让人立刻去把顾太医接来。老头怎么身体亏损这么凶啊？一夜之间起码老了10岁，你们干嘛了？陈虎沉默了片刻，才将这事儿尽量精简地跟顾太医说了一下。桃花观的香火确实是旺盛，桃花观的丹药也是千金难求，只可惜这丹药太贵了，不然老夫都想研究研究。没想到这丹药竟是那般毒辣的邪物。立刻把那个妖道的尸体烧了，烧干净，找个坛子把骨灰装进去。老夫要在坛子上画点符，确保他不能投胎，魂飞魄散。您当时可是说……老夫只是说有办法嘛，没说要帮他逃过一劫呀。小老头还挺奸诈的。于半仙折了10年寿命，心中很不舒服，他得赶紧去清虚观一趟，找找狗东西提到的后山山洞。楚天师不是去江家山了吗？他不是飞个传书回来说找到姐姐知道了，狗东西在骗我是不是？被冰雹砸了满脑袋包的太后刚松一口气，耳朵就传来剧痛，一只老鼠在啃噬她的耳朵，紧接着她的脚、手、脸也开始剧痛起来，老鼠们把她啃得血肉模糊，面目全非，偏她就是死不了。也不知是不是那些药丸吃多了，他身体十分抗造，不吃不喝还被啃咬成那个样子，也足足坚持了7天才断气。他断气了，皇帝也没想起来找他。这些江湖门派无法无天，不服管束，把天下搅和得乱糟糟的，收了钱连朝廷命官都敢杀。爱卿灭他们灭得好，天道门的人都关押在何处啊？回禀皇上，都关押在京郊大营的监狱里了。另外，微臣找到的天道门账本里记录了一些官员买凶杀人的账目，奏章上只写了谁买凶杀的燕老大人，顺便夹带私货，把郭知府的名字写上去了，写郭知府对天刀门多有支持。姓郭的胆儿挺肥呀，这个案子一一交给大理寺。对了，这次爱卿立下大功，朕要好好的赏赐你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微臣这次下去找回了失落在外的亲儿子。他声泪俱下的将这个换子的事情跟皇帝说了。哦，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倒霉呀，臣子也这么倒霉。微臣的孙儿柳福川，现下名叫江福川，请陛下下旨令江福川认祖归宗，改姓寇。等等，这孩子的户籍在何处啊？在武安县。武安县皇帝知道江家山的案子，皇帝记忆犹新，为着这个案子还设了一个县令进去。天降血书的事儿沸沸扬扬的，给皇帝郁闷的不行。武安县的江福川年7岁，养父江水生。皇帝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陛下英明，正是此子。你还是换一个愿望吧。陛下，微臣不明白您的意思。爱卿啊，你知道朕和清虚观的关系吧？江福川他是朕的师叔，有度牒的，你说朕能越过他下旨吗？镇远侯如遭雷击。福川是皇帝的师叔，岂不是清虚观的观主？也要在福川面前恭恭敬敬的喊一声师叔。不过他倒是得了圣旨，圣旨是把现在的镇远侯世子给贬为庶民，发回原籍，然后册封柳二顺，也就是寇还为世子。真他娘的亏呀，亏死了都！明明是来求册封世孙的，结果变成了册封世子。这下好了，除非寇还死了，不然皇帝不可能再给镇远侯府下旨改册世子。咱们的马车很舒服，
我已经命人开始做了，做各种规制的，回头肯定能卖大价钱。马车行的生意算你的，别的你不用管，只等着收钱就行了。我拿一半，剩下的你自己收着，随便你怎么花。陈虎凑上来亲他一口。外头有人呢。我又没干啥，不然咱俩真干点啥？反正马车本来就是晃悠。刘星儿忙捂住他的嘴。我不说了，你肯定分我车行一半的利润，我就想着好好卖卖力气，谢你一番，你还不乐意了？刘星儿白他一眼。到了府城，陈虎命车夫直奔府城最好的酒楼，刚下马车就被人给拦下来了。你们这马车价值几何？我们小姐买了。刘星儿乐了，生意上门了呀。陈慧，1万两银子。丫鬟瞪大了眼睛。你小钱想疯了吧？1万两，你咋不去抢？给你100两，多点银子都是看在多了一对轱辘的份上。未来的姑爷西骑着4个轮子的马车，小姐就趁着他去更衣的功夫，让自己来把马车买下来。哎呦，原来是个穷鬼啊，买不起还敢拦人。瞅着你这么嚣张，我还以为你们小姐不差钱呢。贱妇，你竟敢诋毁知府家的小姐，你真是该死！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人来抓你。难怪这么嚣张，原来你是知府家的丫鬟啊！你早抬出知府家，我搞不好就一害怕这马车车厢就送给你了。现在知道害怕，晚了。说完，他提溜着裙摆就跑进酒楼。居然不把知府衙门放在眼中，来人，去把人给抓了带回衙门。公然辱骂官眷，按律当杖责。小姐，那个男的看起来牛高马大的，区1两个恐怕制服不了。若是拒捕，就罪加一等。你们都下去吧。侍卫们气势汹汹下楼，发现柳杏儿2口子居然胆大包天的没有走，挺好，省得满街去找这2人了。郭姑娘，他们人呢？世子爷先前在窗户前不是看见街上有一辆4轮的马车经过吗？小女见世子爷喜欢，就命人去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割爱，打算买下来送给世子爷。岂料他们开价1万两不说，丫鬟觉得太贵买不起，他们还大骂知府衙门仗势欺人，要抢了他们的马车。小女就命侍卫下去理论。现在的人真是，怎么会有这么厚颜无耻之人？郭姑娘，你做的没错，衙门的脸面哪能任由人诋毁？郭姑娘，都是因为在下才……刘二顺十分愧疚，心里觉得郭如真是个体贴且爱重他的姑娘。要是福川娘也能像郭姑娘这样，心里眼里都是我就好了。正当柳二顺愧疚的时候，楼下就传来侍卫的惨叫声。刘二顺的小厮连忙去查看，知府衙门的几个侍卫全都被堵在楼梯上打，还是一个人打他们几个人，他们几个人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躺在楼梯上哀叫不止。刘二顺觉得自己是个男人，去看看，去跟人理论理论还是可以的。世子，你要为我们小姐做主啊！奴婢都说了，我们是知府衙门的人，可他还是下死手。你们怎么能这么目无王法？你们赶快道歉赔偿，不然我必让人将你们绳之于法。不该是命人将此人拿下吗？怎么还说教上了？真的是被泥腿子养大的人，简直上不得台面。世子爷，这2人目中无人，不但不把我们知府衙门放在眼中，还不把世子爷您放在眼中。小女和知府衙门受点委屈倒是没什么，可您是镇远侯府的世子，镇远侯府的脸面。是啊，不能丢了镇远侯府的脸。来人，将他2人拿下。刘杏儿不吃了，站起来转身看向柳二顺。爹，这才多久不见啊，怎么刚见面就要抓我啊？杏儿，你来府城看爹了。世子殿下，下官接到报案，说有人企图对世子殿下不利，企图对知府家的小姐不利，敢问……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劳烦大人空跑一趟。确实是误会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都是一家人。慢着，这可不是误会，他强买我不卖，他就带了侍卫要来抓我们去知府衙门。敢问这位军爷，谁去诬告我们夫妻企图对知府的小姐不利，企图对镇远侯世子不利的？朝廷的律法中难道诬告无罪吗？姑娘，下面的人真的不知道你们的身份，还请姑娘看在世子的份上，就莫要为难他们了。是啊，若是知道你的身份，他们肯定不会这般无礼的。照着您2位的意思，说我不是你的女儿，就要被抓去蹲大牢呗？世子，郭如含着眼泪，欲气非气地看着他。刘二顺想着，这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年纪的姑娘将要嫁给自己，他不能重蹈覆辙，
像是先前让江氏失望那般让他失望。杏儿，你知道爹没有这个意思，你看你和陈虎也没啥，而且陈虎也把郭姑娘的侍卫打了一顿。当时说马车的事儿的时候，你在言语上恐怕让郭姑娘的人给误会了，一来一回之间传话就大家都会错了意，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算了？可怜我这个当女儿的还对你这个亲爹存有幻想，以为以前你不护着我是因为头上一个孝字压着，如今我才算是知道了，就算你头上没有孝道压着，你也不会护着我。都没亲自去过问来龙去脉，就断定是误会，并且听你话里话外的意思，好像是我不好好说话，我有错在先。爹啊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。郭姑娘，我这个人怕死，你上次逼我娘自尽的时候我就吓着了，这一次你又赢了。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不会主动再出现在你和我爹面前，祝两位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说完，柳杏儿在柳二顺那熟悉的痛苦的纠结的目光中，抓起陈虎的手就走了。柳杏儿神清气爽，这下这事儿传出去，就不是她这个女儿不孝顺父亲，而是继母不让啊，继母还想逼死原配呢。怎么瞧着你这么高兴？明明被人打扰了吃饭的雅兴。哼，可得谢谢他了呢。柳杏儿把自己的想法跟陈虎一说。也是，到了客栈之后，我就去找人把郭氏曾经要借着江家案子逼死你娘的事儿给传出去，再把前些日子善堂丢孩子的事儿、知府衙门妄图要夺善堂的事儿都传出去。行，你安排。有人跟着我们。跟着我吗？几个人啊？5个人，来者不善。一会儿你不要出来，在车厢里看你的花本子。说完，他就让车夫把车停到小树林边上。既然陈虎让柳杏儿安心看书，柳杏儿就安心看书。好汉，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行错了生意，冒犯了好汉。郭雄让你带兄弟来送命的，你们有什么仇怨？他要这般坑你？我也想知道郭雄他娘的为啥要坑老子。你先找个地方挖坑，把你兄弟给埋了。秀水山庄的剑一般般吧。这个陈虎不是说就一个都头吗？咋还知道我们的老铁啊？等他把人头啊、血呀、尸体啊啥的弄走之后，陈虎才叫柳杏儿下车来溜达。结束了？算得上结束吧。柳杏儿神清气爽，这下这事儿传出去，就不是他这个女儿不孝顺父亲，而是继母不让啊，继母还想逼死原配呢。怎么瞧着你这么高兴？明明被人打扰了吃饭的雅兴。哼，可得谢谢他了呢。柳杏儿把自己的想法跟陈虎一说。也是，到了客栈之后，我就去找人把郭氏曾经要借着江家案子逼死你娘的事儿给传出去，再把前些日子善堂丢孩子的事儿、知府衙门妄图要夺善堂的事儿都传出去。行，你安排。有人跟着我们。跟着我吗？几个人啊？5个人，来者不善。一会儿你不要出来，在车厢里看你的花本子。说完，他就让车夫把车停到小树林边上。既然陈虎让柳杏儿安心看书，柳杏儿就安心看书。好汉，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行错了生意，冒犯了好汉。郭雄让你带兄弟来送命的，你们有什么仇怨？他要这般坑你？我也想知道郭雄他娘的为啥要坑老子。你先找个地方挖坑，把你兄弟给埋了。秀水山庄的剑一般般吧。这个陈虎不是说就一个都头吗？咋还知道我们的老铁啊？等他把人头啊、血呀、尸体啊啥的弄走之后，陈虎才叫柳杏儿下车来溜达。结束了？算得上结束吧。要说秀水山庄这个药啊，药效属实不错。郭知府被人扛起来挂在房梁上都没醒来，直接掉嗝屁。郭如也是被人装进麻袋，迈进暗巷的窑子，当晚就开包，接了几轮的客都没醒过来。知府衙门那叫一个乱，并且消息很快就在府城传遍了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是知府家的小姐，你们怎么敢？你要真是知府家的姑娘，把你放了，你和你爹都不会放过我们。你呀，就安安心心一辈子待在这儿吧。说起知府衙门，知府大人上吊自尽了，知府后院起火了，我的姑娘啊，
你可好好收了你的心呢。什么？爹怎么可能会自杀呢？忘了告诉你，把你卖进这里的那位爷说，你想害的那位姑娘还好好的，没落到你这般下场。凭什么？我是世子夫人，马上就要成侯夫人了。柳氏、江氏，我要把你们全卖进窑子。哼，拖下去灌哑药，能喘气儿是活的，就能给老娘挣钱。明天我们去江陵县，到了那里可以乘船去京城。这是运河吗？对，这就是拖垮前朝的运河。前朝没了，倒是便宜了本朝。有了这条运河，这一片上京城的时间至少能节约10天。明天你想去街上逛逛吗？明天起床就走吧，早点去了京城，就能早点见到娘。行，那就早点睡。到了江陵县之后，柳仙儿就去买菜，坐船一坐就是好几天，没有蔬菜只吃鱼，她可受不了。吃的采买齐全，就直接去坐船了。陈虎要的是天字1号房的套房，书房、客厅、卧室、净房什么的应有尽有。这天，柳仙儿做的土豆腊肉煲刚做好，门就被敲响了。这位小哥，我是京城顺安伯府的管事娘子，我姓徐。我们家小公子啊，吃不惯船上的菜，也吃不惯我们自家厨子做的菜。他闻到你这儿的香味之后，就有了胃口，还请小哥跟你们主子禀报一下，匀出些吃食来与我们。说着，就拿了一块碎银子给陈虎。对不住啊，我家的吃食有限，匀不出来。说完，他就关了门。你这男人怎么这么无理啊！我要见你们主子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人家敢看不上顺安伯府。我们夫妻住在这里，没有什么主子。你的要求我相公已经拒绝了，你又敲门质问，无理的是你才对吧？顺安伯府看上你们的东西是给你们面子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便是我们主子让你过去做厨娘，你也推辞不得。陈虎懒得跟他逼逼，直接攥起他的衣领，把人扔到了走廊尽头。回屋吃饭。